风暴中的云，愿翻涌天晴。我的命运，黑夜的羽翼，彩虹在暗地等一个机遇，张开翅膀，轮回由我决定。如果它在心中生根，但开花在生命最后，只想要飞翔，一次奋起抵抗，就在挣扎和无奈之间高唱。想去翱翔天空，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消解的牢笼，筋骨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，生死与共。撑起翱翔天空，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消解的牢笼，筋骨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，生死与共。你若有梦，就让你和别人不同。我找你是给你面子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孩儿明白，孩儿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别再让我失望了。来，吃水果。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回上姑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是疯了吗？这可绝对不行！你要知道，我们好不容易从上姑逃出来，才上了火车。你现在回去，就等于送死。你还要知道，我答应过关叔叔带你离开这里，你要明白他的心。可是你也要明白我的心。我爸爸16年前一声不响就离开了。他以为让我生活在更好的环境，我就会幸福，但事实证明并没有。这次，他又认为我只要离开，只要活着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可是也不是这样。你知道，之前我一直很犹豫，是为了爸爸的安全我才离开的。现在唯一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，你回去等于送死，这不是关叔叔想看到的，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可是如果我现在离开，让爸爸生死未卜，让冷家逍遥法外，让全上姑的人都认为我是杀父凶手，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你要知道，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不能再节外生枝了，好吗？你也说过，亲人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今天出事的是毛九，又或者说毛凤在上姑有消息了，你能离开吗？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开车了。之前的事情我得谢谢你，如果你觉得你曾有负于我，如今也还清了。谢谢你，我该走了。人呢？转走了。转走了？我不是让你们盯着，谁来都不许放人的吗？哎呀！
什么事儿啊？有人越狱在逃，每个关口都要严加盘查。我们押送的是要犯。那请你把证件给我看一下。你们的证件呢？你的证件给我看一下。这里交给你了。好。
还没送到，怎么可能？你在说什么？回头再说。进来吧。经理，你们这是？这是关伯钧超期羁押的申请书。我知道警局有嫌犯不得羁押超过24小时的铁则，不过，同时也规定了，当嫌犯有人身危险时，可以申请延长羁押，由警方来保证嫌犯的安全。关伯钧是关键证人，之前也多次遭遇绑架暗杀，今日更是在前往看守所的途中，遭到劫持证人的恶性事件，险遇不测。为保证关键证人的安全，我们联名申请延长关伯钧羁押时间，直至庭审当日。关伯钧已经被追回了。是。他现在关押在哪儿？报告局长，已经带回羁押室了。事关重大，还请局长批准超期羁押。请局长批准申请。龙天宇折腾了这么一出，我实在是没想到，当时那种情况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我不要解释，我要结果，我也不管你用什么办法。总之，这个人绝不能让他活到开庭那天。这有的时候啊，必要的牺牲，能使爱显得更加高贵。你现在最需要考虑的是，到底什么才是你最珍贵的？是你的妻子、女儿，还是其他的？龙队，队长，您交代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？你们辛苦了。关叔叔，龙队长，能不能坐下来陪我说说话？今天的事儿，还要多谢你了。我好久没有看到像你这样执着的人。你做这一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是一名警察。我还以为是因为九儿。当然，也是因为他。关叔叔，能不能和我说说16年前那个案子？你当真想知道？哪怕知道真相，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凶险。我继父曾经和我说过一件事，
他说人不能因为知道会赢才去做一件事，而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由我开始做，就不会有一丝扭转的希望。积水成渊，积沙成滩，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最微小的课题开始。好吧，那我就把16年前的那件事儿告诉你。16年前，我还是前市长的秘书。那天我陪着市长去圣婴孤儿院去做演讲。那天去了很多人，场面很是浩大。当时随行的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不少市场的警卫，保安措施做得还算周全。起初一切都很正常，意外是在中途发生的，是在演讲上半场结束后，市长回到休息室休息。当时我就守在休息室门口。市长，市长，市长！别动，手举起来！尽管我一再表明自己的无辜和不知情，但是因为当时在场的没有第3个人。之后，警方在我的包里发现了凶器。一把 M1900的手枪，枪柄上有我的指纹。我的银行账户更是突然的多出了一大笔钱款。您说您当时就在休息室门口？对，我一直守着，寸步没离。中途也没有任何人进出？没有。连靠近的人都没有，而且警卫就在不远的入口处守着。然而，那把手枪上却有你的指纹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这些年，我只想通了一点，就是他们选我做替罪羊，只是因为我是市长的秘书，跟我个人无关。而且整个这件事里，似乎还藏着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。太像了。什么？关叔叔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市长谋杀案和林局长被杀一案实在是太像了。
让让让让，让！小姐，您去哪儿？东阳街梨花旅馆。好，坐这儿。坐好啊。萧林峰，从进大厅开始，你就被盯上了。虽然你避开了警察，可是这附近全是冷家的眼线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忘了我的老本行了？那你怎么回来的？跳下来的呗。跟我走吧，走。啊！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探探情况。九哥，从今天火车上的情况来看呢，冷家是不想让你回来的。既然火车站里布下重防，那我觉得整个城市里面都是他们的眼线，所以我要出去好好观察观察。如果你想扳倒对方的话，得先让你自己活下来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虽然你读书比我多，主意比我正，但是呢，盯梢、逃脱、跟踪这些把戏，还是我比你灵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你就听我的，你在这个房间里好好待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不要了，走吧。哎，给我来一只烧鸡。哎，好嘞。先生，您的烧鸡好了啊。你，钱给你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包子怎么卖啊？2文钱一个。林峰哥。王猴，情况怎么样？林峰哥，自打你走以后，家门口每天都有警察，沙门的人也是，每天都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是要抓你吗？哎，这个烧鸡你拿着，回去以后一定记得，不能跟任何人讲你见过我。啊，我走了。还在担心关叔叔？其实爸爸在他那儿，比跟我们在一起更安全。是我太多虑了。有龙天宇在，他肯定会好好照顾好关叔叔的。那你呢？有没有毛凤的消息？没有。我答应过我师傅，要好好的照顾好毛凤。
给她找一个好婆家，准备好2万法币的嫁妆，把她嫁出去。我答应了这么多，她才安心的闭上了眼。但是现在，她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你之前说，冷家派人给过你一张毛凤被盯梢的照片，所以你也怀疑冷家知道毛凤的下落，对不对？冷家现在在全上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再加上龙天宇出动警力，黑白2道围堵，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再行动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打算回趟林家，找账本。找账本？这是冷家最怕的东西，也是爸爸至今没有被灭口的原因。你怎么找？我都听说冷家那边已经去找了很多回了，都没有找到。难道林局长生前暗示过你什么？没有。爸爸从小都不让我接触这些，就连反对我跟蒙初的订婚，他都没有告诉我原因。那是林局长不想让你难过。既然如此，你怎么知道账本在你们家里呢？其实我不是知道，我就是有一种感觉，那种感觉告诉我，账本还在家里。书记，好，你控制一下情绪，你控制一下，你身上还有伤呢。你给我出去，听到没有？爸爸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打算彻底不理我们了？冷家的门，你也不打算再进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跟冷家再无半点关系。听听，这就是我养出来的女儿，多么的勇敢、刚毅。你这是想大义灭亲？可你别忘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姓冷的。你骨子里面流的血，还是冷家的血。这些，你永远没法改变的。爸爸，你别生气，念之他今天……别说话！我问你最后一次，回还是不回？无论你再问我多少遍，那个肮脏的家，我永远不可能再回去。好，等蒙初明天问我的时候，我会这样跟他说。他问我，姐姐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我就跟他说，他姐姐嫌这个家脏。然后，他会自己来问你。你可以亲口告诉他，我做过什么，你大哥做过什么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，都告诉他。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冷家，其实丑陋不堪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假象。蒙初的性子，你最清楚。如果你想让他痛苦，如果你想毁掉他，都告诉他呀。
把这一切统统跟他说。你说什么？蒙出的？看什么？走啊！脸色还没看够。念之，念之，他刚才说什么？蒙出？蒙出他明天回来。来，看看，和你走之前是一样的吧？我每天都会让人打扫一遍，就连书桌上的熏香也是每天换上你最喜欢的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就喊我。明天一早，我们一起去接蒙初。晚安。爸爸，你看，蒙初，蒙初，爸，终于回来了，我们都盼着你回来呢。让我看看，瘦了，也黑了，啊，气色也非常好。蒙初，这位是伯父好。啊，还叫伯父？该改口了。啊，爸。蒙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这是我的新婚妻子安娜。你结婚了？你怎么不早说一声啊？家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不用准备了。我跟安娜已经在法国举行过仪式了。安娜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姐姐冷念之。姐姐好。这是我大哥冷立威。大哥。这就是毛峰。爸，冷家欢迎你。老爷请。
爸爸。那我跟着去收拾一下。坐吧。这么说来，安娜姑娘就是萌出法国的小学妹了。您是长辈，叫我安娜就可以了。安娜小姐的中国话说得不错。什么时候去的法国？从小就去了。哦，那家里人呢？也在那边？安娜的父母常年在国外。哎呀，因为我们事先没有准备，所以这几天只能凑合着在这儿住一下。过几天，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，再布置新房，给你们补办婚礼。爸，不用了，我跟安娜已经在法国举办过婚礼了。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家呀？不作数，必须按这儿的规矩再补办一次。哼，这个婚礼，我会把全上姑最有头有脸的人都请过来。我冷世南的儿子要娶媳妇儿，不能随随便便。再说，也不能让人家姑娘受委屈。谢谢爸。好了，你们坐船那么久，乏了吧？先上去休息一下，晚上我再给你们接风洗尘。好，走吧。你觉得这个安娜怎么样？看起来还不错，端庄淑女，有教养。我也感觉她比林九哥好。查一查她的底细，只要不跟着警察沾边，就什么都好说。知道了。爸爸，您真打算让萌初娶这个安娜？我打不打算，她都已经娶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爸爸，我只是觉得这林九哥的事刚过去没多久，萌初这么快就娶新人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之前对那个林九哥可是用情至深呐。用情至深？这黄毛小子懂什么用情至深？是我告诉他林九哥已经死了的。再说，就算他用情至深，这正好需要一段新感情来让他走出来。哎呀，省得他整天缠着我闹。所以，我吃惊归吃惊，其实我挺庆幸安娜这个姑娘出现，正好了了我一个心病。是不是放弃生命这个主题，就不会和幸福若即若离？越来越清醒，越不可能轻易感受着寒冷的警惕。浪潮涌动着万丈人生境遇，他的喜怒里我不能参与。但蒙面具下孩子般的顽皮，曾无声无息的失去。你的每一条消息都是我的风景，生活总是难言回忆，在那个夜里，上天赐予的经